终于又到了1年1度的小龙虾季，今天就带你们解锁4种小龙虾家庭做法，50块钱就能煮上一大锅，干净又安心，便宜又实惠，清蒸、醉熟、蒜蓉、麻辣，总有一款合你的胃。先来个原汁原味的清蒸小龙虾，买2斤小龙虾，戴上厚手套，拿上旧牙刷，给小龙虾们来个贵宾搓澡套餐。洗过澡的小龙虾们直接怼进蒸笼里，盖盖，烧一锅水，丢俩姜片，水开后马上蒸笼，蒸10到15分钟，关火再焖1分钟。趁着空档，调个微辣的灵魂酱汁。哒哒！清蒸小龙虾呢，记得趁热吃，等吃的时候再去虾线，肉质会更加紧致。鲜甜饱满的虾肉配上馥郁微辣的蘸酱，就一个字，非常绝。蒸过的小龙虾还可以加点微醺的滋味。一口大锅，香料、冰糖、清水，简单煮个醉熟卤汁，中火煮到糖融化，再加生抽、花雕，小火煮上2分钟。关火放凉，放进蒸好后过冰水的小龙虾，再丢半个切片的柠檬，压一压，冰箱冷藏1晚。哒哒！冰甜弹牙的小龙虾，酒香微醺，一只接一只，有点上头，回味又无限清新。夏天的夜宵嘛，就是要这样冰冰凉凉的才舒爽。吃完2款清新的，再来2款香辣浓郁的。介意虾线的宝子们可以按照这个手法轻松抽出来。锅里多倒一点油，放进小龙虾，炸到变色，捞出来，留点底油，小火炸香蒜末，一半小龙虾回锅，来瓶啤酒，生抽蚝油调个味，补点清水，撒把小米辣，盖盖焖煮7、8分钟，大火收个汁儿，出锅。哒哒！这份小龙虾满满的蒜香，浓郁的让人意犹未尽，吃完连手指头都要一根一根省干净。在小龙虾界，马小可得有着王者地位吧？锅里留点底油，先爆香葱段和姜片，再下麻辣3剑客，小火炒到喷香。刚才油炸过的小龙虾回锅，加半瓶啤酒，来点调味，小火炖煮10分钟，开盖收汁，配点黄瓜段翻一翻。哒哒！这盘麻辣小龙虾会带你迎接这个初夏的高光时刻，虾肉的滋味饱满到巅峰，麻麻辣辣超过瘾，配点小酒，一个人干掉一大盘不在话下。你最喜欢的小龙虾是哪个口味？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告诉我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这个6·1最适合吃萌唧唧的柴犬做成的面包了。哦，不对，我说的是这个，一只优秀的柴犬面包，看上一眼萌你一脸，啊喂口，香的上头。狗子的身体，我们来做传说中拥有蛋糕口感的贵族面包布里欧修。Brioche， 面粉、糖、奶粉、盐放到一个大碗里，搅匀，再把牛奶和鸡蛋倒进来，拌匀，随便捏2下，揉成团。试着扯一块面团，它会啪叽一下就断掉。这时候别着急揉面，封上保鲜膜，使用水和大法，常温或冰箱放上一会儿，时间会施展魔法，合成柴犬糯叽叽的属性。这时再用一丢丢水化开酵母，搅成白芝麻酱样子，抹在面团上，花1-2分钟揉进去，再加入充分软化的黄油，像搓衣服一样揉捏它，像叠被子一样拍打它。等它不太粘人了，可以再转移到空旷一些的场地继续摔打。8到10分钟之后，它的表面就会变得服服帖帖，再次封膜，静置发酵1个小时。有厨师机的同学就更好说了，屏幕上的所有材料搅成面团，揉出面筋，加入软化黄油，这款面包不用手套磨，揉出均匀些的薄膜就可以啦。发酵，发到2倍大，戳个肚脐眼，应该是这样不会回弹塌陷的小肚子。取出来，按扁，排排气。这个分量的面团大概可以生出8只小狗仔，分别用掌根大法滚圆，排队，送进烤箱，放盘热水，2发30分钟。拿出来，刷层蛋液，同时烤箱预热180度，烘烤14分钟。出炉。瞧着圆溜溜的小光脑袋，
掰开一个瞧瞧，你闻，会做面包的香气果然名不虚传。虽然为了肚子上的肉肉考虑，我这已经是减了很多黄油的穷人版不溜秋，但还是挡不住蛋香、奶香和黄油香的三重暴击。空口吃已经很好吃了，一个下肚，轻轻松松。如果想要再满足那么一点点，就用奶油加糖粉打到80%发的样子。取一个面包，拦腰切一刀，最后别切断，奶油挤进来，盖起来，铺出来的部分，这么丝滑的抹平，再给小光头下点血。这呢，就是最近风靡日本和韩国的意大利经典求婚面包 Maritoso。 据说吃了这款面包就能早日脱单哦，所以你懂的。我们继续做狗狗，除了白色的下巴，还得搞个棕色的脑门。先把奶油、速溶咖啡粉、糖粉放到锅里煮化，再倒进另外一半冷奶油里煮匀，贴面封上保鲜膜，冰到透心凉了再拿出来，也打到80%发。切开的面包下面挤一些白色奶油，上面挤一些棕色奶油，轻轻夹起来抹平，底妆部分就搞好了。最后的妆容用巧克力来搞定。手残等级测试现在开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先来做屁屁，挤上小尾巴、小揪揪，摆上令人害羞的小细节。再来做脸蛋，觉得它有点呆，那是因为你没见过这个。先吃哪一个呢？就你啦。咖啡的微苦醇香中和掉了奶油的甜腻，跟不离优秀的浓浓面包香搭配在一起，这个屁屁果然上头。祝所有大朋友和小朋友们6·1快乐哟！我是佩果，记得关注我。我居然爱上吃剩饭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困惑？为什么米饭总是一不小心就煮多了？薛定谔的剩饭问题困扰了我很久。打开冰箱，看到剩饭在向我招手，眉头一皱，又犯了愁。炒饭、泡饭，吃腻了没花头。不如把米饭变成甜点。最近业余时间潜心研究烘焙的 UP 主想起了有个东西叫做米布丁。上网一搜，原来这个甜点起源自神秘的中东，莎士比亚时代传入英国，之后在希腊、丹麦、瑞典等国家也非常流行。那些吉利丁系的小布丁们啊，在历史悠久的米布丁面前还不快叫爸爸。废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先教你们一个纯真基本款米布丁，只要有剩饭和牛奶这2种原料，你就抓住了米布丁的精髓。糖这种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。做一个米布丁总共分3步。第一步，1碗剩饭加3杯牛奶倒入锅中，开中火边煮边搅至浓稠。第二步，用料理棒或料理机打成细腻的糊糊。什么？你家没有料理棒？没关系，传统米布丁就是颗粒状的牛奶粥，长这样。第3步，这种口味我喜欢吃热乎乎的，所以直接装盘开吃。不过作为一个有追求的 UP 主，我当然不会就此收手。来，放上1粒玉米，点上2滴芝麻酱，顺手把宝宝辅食版米布丁搞定，撒上1层白糖，用烤得烫烫的不锈钢勺子呲啦，没有喷枪也能做的家庭版焦糖米布丁搞定。宝宝来一口，再来一口接一口。小鸡自己来一口。自制焦糖壳的脆香，配上浓缩过后软糯馥郁的米香和奶香，剩饭居然也能吃出这种口感，爱了！作为一个有追求的美食 UP 主，我还贴心的为你们总结了一个万能米布丁公式：
米布丁等于大米、小米、杂粮米、燕麦片等煮熟的粮食，加牛奶、豆奶、燕麦奶、杏仁奶等奶类，加糖，加任意 topping， 也就是俗称的浇头。套用这个公式，我又开发了2种口味：健康杂粮米布丁和抹茶燕麦米布丁。复习一下，做一个米布丁总共分几步？第1步，粮食放锅中，加3倍奶，开中火边煮边搅至浓稠。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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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2步，加糖，用料理棒打成细腻糊糊，或者直接出锅装入容器。第3步，放入冰箱冷藏1晚。米布丁的浇头可以根据季节、喜好和你的心情自由搭配。你可以像我这样做作的撒点抹茶粉和紫薯粉，也可以随手码上家里现有的水果。开吃！冷藏过的米布丁比普通布丁更多了一份绵，比冰淇淋更多了一份糯。杂粮款里紫米和椰浆的香气配一脸，燕麦款里抹茶的微苦加上燕麦奶的独特香气，真的上头。品尝的过程，我的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熟悉感，直到吃完最后一口，终于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豆浆机版米糊吗？如果你家有豆浆机，前面的部分当我没说。小莲会说布丁吗？不对，布丁。八九，加油！给我半包糯米粉和一把红糖，我就能为你变出全世界。哦，不是变出一份 Q 弹甜糯的广式糖不甩，加一份外脆内韧的川式糖粑粑，再加一份温暖熨贴的日式年糕汤，不用烤箱，包教包会。先让我们来做点准备工作。180克牛奶倒入锅中，小火煮沸后关火，倒入200克糯米粉烫熟，搅拌成絮状。用热牛奶和面，可以让面团更加软糯，奶香更足。转移到揉面垫上，用劳动人民的双手揉成光滑的团团，让它躲进保鲜袋，以防它嫩嫩的脸蛋被风干了。准备工作 B。公式应用1：糯米粉加红糖加水或奶加花生碎等于广式糖不甩。扯一块糯米团，搓成条条，切成块块，搓得圆圆。下锅泡个热水澡，再到冷水池里清醒一下。红糖加热水煮开，丢2片传说能活血暖胃的老姜，让糯米小丸子们在一起洗个红糖浴。出浴，淋上浓浓的红糖浆，撒上一把花生碎，超香！牙齿咬下去，迎上一股舒服的回弹，嚼起来是带节奏的。公式应用2：糯米粉加红糖加水或奶加红豆粉等于川式糖粑粑。扯一块糯米团，按成饼饼，切成条条。不粘锅倒点油，小火把每个面煎到金黄，滋啦滋啦。出锅。去黄豆粉里打个滚儿，然后把刚才剩下的红糖浆淋上去，开吃。外面是喷香的脆壳，里面是绵柔的内心，配上黄豆粉的香气和红糖浆的甜蜜 ，Amazing， 好上瘾。公式应用3：糯米粉加红糖加水或奶加红豆汤等于日式年糕汤。还剩一块糯米团，找个容器，倒点油，涂得滑滑的，把糯米团整得方方的，裹上保鲜膜，上锅中小火蒸20分钟，放冰箱睡个觉。顺便用电饭锅的预约功能煲一锅红豆汤。早起弄完娃，拿出年糕切成块块，丢进小烤箱烤上5分钟，出炉。你不是说不用烤箱的吗？嗨，那用平底锅也是一样的嘛，就是小肚子没那么鼓了。盛碗红豆汤，淋上还是没用完的红糖浆，丢进一块烤年糕呀，这早餐太熨贴，太美妙了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嗨，我是贝果，之前做过了微波炉蛋糕、饼干、鸡蛋、鸡肉和月饼，今天来搞个微波炉 KFC 套餐，怎么样？再也不用血输球回归的微波炉嫩牛5方，简直比可乐鸡翅还简单的微波炉奥尔良烤翅，顺滑绵密无敌 creamy 的微波炉鸡汁土豆泥，咬下一口飘上云端的微波炉金沙云朵蛋挞。先来搞个最简单的微波炉鸡汁土豆泥，一个土豆切块，加1/3高度的水，盖打湿的厨房纸巾，送进微波炉，高火叮10分钟，记得中途翻面，熟得更加均匀。趁热拌入一小撮盐、一小块黄油和一点牛奶，用你最顺手的方式无情碾压它，蒯进小碗里，整成圆圆的样子。半勺玉米淀粉，加3到4勺的水，搅一搅。微波炉600瓦叮20秒，勾芡就完成了。
再加点蚝油，抹点黑胡椒，鸡汁也完成了。对，就像老婆饼里没老婆，夫妻肺片没夫妻，鸡汁土豆泥里也没有鸡，但这不妨碍它顺滑细腻、奶香浓郁、绵密 creamy 的无敌口感。店里的嫩牛五方不知啥时候再回归，那就自己用微波炉整一个。牛里脊切小条，加屏幕上的几样材料拌匀，盖上保鲜膜，让它自行入味儿。腌得差不多了，就调整下保鲜膜，留个小口，送进微波炉，600瓦中高火2分钟，牛肉条就搞定了。接着按照熟悉的配方准备这几样食材。以前总嫌嫩牛五方牛肉小分量少，这回自己做可以想塞多少塞多少，前提是你能包得起来。手艺不好的同学也可以包成这样开口的，顺便还能额外加2片芝士。要是你家微波炉恰好有烧烤功能的话，收口朝下放进去烤个5分钟，外皮会变得咔吱咔吱脆，咬上一口鲜嫩酥脆，层次丰富，香气四溢，再也不用追着肯德基爷爷要嫩牛五方了。如果你凑不齐嫩牛五方的7种腌料，那就来做这个比可乐鸡翅还简单的微波炉奥尔良鸡翅。去楼下超市买一包4块钱的新奥尔良腌料，加点水调开来，把9个鸡翅洗净擦干，用牙签扎小孔，丢进去，拌匀，放冰箱入个味。腌好的鸡翅铺在盘子上，送进微波炉，600瓦正面2分钟，翻面2分钟，最后再翻回来，刷点蜂蜜提个亮，最高火30秒。哒哒，就是这个味儿，滋味丰富又快手，超适合配个小酒。如果你家微波炉有烧烤功能，那还能继续解锁这个云朵金沙蛋挞。不许说我作弊。1个鸡蛋，1个蛋黄，加牛奶、淡奶油、白砂糖，搅匀之后过个筛，这就是黄金比例蛋挞液。烤盘上放蛋挞皮，先铺点蛋黄酱打个底，再注入蛋挞液。微波炉烘烤模式，200度烘烤20分钟。出炉后放上1颗棉花糖，用余温微微融化它。参照咸蛋黄南瓜的思路，撒点南瓜粉，趁热咬一口。棉花糖的柔软甜蜜，蛋挞液的嫩滑细腻，咸蛋黄的绵绵颗粒交织在嘴里，这就叫做好吃到飞起。弹幕告诉我，你最喜欢吃 KFC 里的哪一样呀？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今天我的懒人一锅出系列来到了电饭煲篇，用低糖低卡的2款米饭搭配鸡肉、牛肉、猪肉、鱼肉4种肉类，带你们轻松解锁6款电饭煲一锅出，全程不开火，直接一锅出，1周晚餐轻松搞定。按照惯例，还是先从煮饭开始。有减脂需求的宝贝可以安排个杂粮饭，提前泡好的杂粮放进电饭煲，再用米水杯量个精准的水位，煮出来的米饭才更美味。有控糖需求的宝贝就来安排个低糖饭，淘过的米先装进这个低糖釜，加水到低糖饭水位线，开煮。煮制的过程中，低糖釜能滤去米粒表面的淀粉，让煮出来的米饭含糖量大大降低。是不是软糯饱满，粒粒分明？杂粮饭呢，软糯中又带着嚼劲。做好的米饭，按照米饭备餐这一集的思路，分装冷冻，随吃随取，4升大容量，连吃1周也是妥妥的。周一先来个蔬菜鸡肉一锅出，电饭煲内胆里倒点油，按照1楼洋葱、2楼胡萝卜、3楼卷心菜、4楼金针菇、5楼鸡腿肉、顶楼卷心菜的顺序叠进来，按下快速饭开煮。懒得分装米饭的宝子也可以用这个模式，一局游戏的功夫就能把饭做好啦。你看这锅无水蔬菜焖鸡肉也自动做好啦，哒啦！再热一份提前做好的低糖饭备餐。不加1滴水的情况下，蔬菜自带的汁水渗入鸡肉，鸡腿的香气又融入蔬菜，就问还有比这更满足的健康餐吗？周二我们来吃咖喱牛肉，内胆里还是来点底油，咖喱3宝切小块装进来，丢几个咖喱块，倒瓶椰子水，再加清水和椰浆没过食材，按下快速饭开煮。还剩几分钟的时候，一把牛肉卷用微波炉加热一下，去掉血水，加进来拌一拌，搞定。搭配一份杂粮饭备餐，咔啦！浓郁的咖喱，喷香的牛肉，弹糯的杂粮，这一餐满足感爆棚。周三来吃个粤菜风味的蒸排骨，排骨提前泡掉血水，地枰芋头切小块，加屏幕上的调料稍微腌一腌。装盘，
还记得刚才的立汤斧吗？它还可以变身蒸笼。电饭煲内胆里加点水，按下原位蒸，半小时一锅出。哒哒！芋头软糯糯，排骨喷香弹牙，搭配一份低糖饭备餐，有种置身港式餐厅的错觉。周四呢，来吃煲仔饭，提前泡好的大米，配上精准的水量，加进来。煲仔饭模式开煮，水分收干的时候，码入切片的腊肠，沿着内胆边缘淋几勺油，继续焖煮。还剩10分钟的时候，再添点蔬菜，窝个蛋，趁着空档调一个灵魂酱汁。时间到，一锅出，哒哒，料汁淋进来，拌一拌。这个完美锅巴，你们感受一下，腊肠的香气渗入米饭，甜津津，香喷喷。周五啦，我们来吃点精致的。这回我用了东北米，加水，再来包浓缩鸡汤提提味，铺上菌菇和提前腌制的三文鱼，点缀一抹绿。精致饭模式开煮，开锅，拌匀，哒哒！整锅米饭油亮亮，融入了鸡汤、菌菇和三文鱼的3重鲜美和香气，有肉有菜有米饭，可以吃个大满足。周末呢，就来悠哉的煲个汤吧。排骨泡掉血水，放进电饭煲，丢姜片，加清水。煲汤模式开煮，时间过半，再加入配菜，继续炖煮。出锅前撒把枸杞，简单用盐调个味就行。哒哒！经过炖煮的排骨是轻松就能脱骨的程度，一边悠哉的追个剧，一边品着排骨汤的香气，养生又惬意的周末餐，满意。而且呢，这台懂事的电饭煲还会做酸奶和蛋糕，11档功能加4种米种，选择功能超强大，清洗起来也特别省事儿。这个电饭煲系列，你们想看续集吗？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告诉我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嘿，吃夜宵吗？弹幕告诉我夜宵你爱吃啥？别的我这儿今天没有，就5分钟给你煮碗面吧。哦，不对，是3碗。第一碗，温暖熨贴的阳春汤面，小锅加冷水，水里放颗蛋，洗过澡的那种。盖上锅盖，把水煮开。等待的空档，碗里蒯1勺猪油，用剪刀剪点葱花。上次不想洗砧板的同学，这回满足你了吧？2勺酱油，按你的口味加盐和鸡精，再来点糖提提鲜。水开之后，一半倒进碗里，冲开汤底，猪油和葱花碰撞出的香气，闻到了没有？另一半水里下面条，开盖，中火3-4分钟煮熟，捞出面条，码入汤底。话说鸡蛋你们喜欢吃流心的还是全熟的？扣1的就在面条出锅后把鸡蛋一并捞出来，扣2的就让鸡蛋独自在锅里跳3-5分钟舞，再捞出来。去水龙头冲个凉水澡，剥掉外套，白白净净的再进来泡个热汤。哒哒！这碗阳春面是简简单单却实实在在的美味，不得不佩服江浙人民的智慧。汤底的猪油绝对是灵魂，滋溜一口，香气顺着面条冲入鼻腔，深入味蕾。和面一锅出的溏心蛋，软软糯糯 ，YYDS。吃完这一碗，整个人特舒坦。第二碗，直击灵魂的雪碧拌面，碗里2勺芝麻酱，1勺香醋，2勺生抽，这个步骤好像有个专业名词叫蟹。减点葱花小米辣，可以再来点老干妈。最后注入几勺精华。水开，下面，拌的面可以煮得硬一些，2-3分钟断生就关火。倒掉热水，给面条冲个凉，再倒掉凉水，准备拌面。想少洗个碗的，直接在锅里拌；想拍照摆个盘的，盛出面条，淋上酱汁，码一点可有可无的黄瓜丝，撒一把家中常备的小零食。哒哒！这个酱汁呢，其实就是黄磊老师当年雪碧拌面的简化版。按照可乐鸡翅的原理，雪碧给拌面增加了酸甜清新的奇妙风味，再配上芝麻酱的香，老干妈的辣，用网红的语言来说，就是
拌鞋底都好吃。第3碗，麻辣过瘾的泡菜炒面。还是烧锅水，这回来煮个乌冬面，也可以换成方便面。煮2分钟到面条解体后，马上捞出来，这回不用给面冲凉。倒掉热水擦擦干，抹一点油，煎个蛋。先中火煎个1分钟，再滴一丢丢水，加盖，转小火焖上2-3分钟。来，恭喜获得一颗形状不够完美但味道绝对完美的太阳蛋。捞出蛋，不洗锅，直接怼点泡菜，来勺韩式辣酱，加小半杯水，下面条，炒匀，出锅，再加几样浇头，美味度 up up up。哒哒！吃面最有仪式感的一步就是蛋黄流心，芝士微微融化，泡菜辣而爽脆。上次做过泡菜叠叠锅还剩食材的同学，这碗韩式风味的炒面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好啦，小锅料理第4期，如果你还满意，记得投2个币，我们下期继续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今天我们用平底锅做饼干，1口平底锅加4个鸡蛋，捣鼓4种花式小饼干，无油香脆古早风味的平底锅蛋黄小圆，坚果香甜法式经典的平底锅杏仁瓦片，酥到掉渣长辈都夸的平底锅中式桃酥，清脆香浓回味无穷的平底锅芝麻蛋卷。准备工作很简单，先来磕2个蛋，蛋清蛋黄分离开。一个正常的蛋体重大概是50克左右，其中蛋黄20克，蛋清30克。这里是2个蛋清，大概60克，加入30克白砂糖或者糖粉，稍微搅一搅，表面出现细细的小气泡就行。再筛30克面粉进来，继续搅一搅，倒进30克融化黄油，最后再搅一搅。5分钟之内，你就能获得这种白净、细腻、有光泽的面糊。这份面糊的配方超好记，蛋清、糖、油和面粉是2:1:1:1的黄金比例。没有秤的同学，大概就用2个蛋清、糖、油、面各加1大汤勺，用筷子搅一搅也能搞定。得到这份面糊之后，可以选择再加90克杏仁片，也就是大概4汤勺的量，用刮刀或者饭铲轻柔的翻拌均匀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在室温，让它休息个半小时。平底锅小火预热，快小半勺杏仁面糊到锅里，叉子蘸点清水防粘，再尽你所能的摊薄一些，整圆一些，保持小火煎上3到4分钟，翻个面，再煎1到2分钟。两面金黄之后就可以出锅晾凉啦。杏仁瓦片呢是特别经典的法式小饼干，也是我上蓝带甜品课的入门一课。这款改造过的平底锅杏仁瓦片上色会更深一些，但只要摊得够薄，吃起来同样是满口的杏仁香浓和酥脆，一点都不输烤箱版。家里没有杏仁片啊？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份黄金比例的面糊，直接撒1小把黑芝麻，平底锅小火预热，舀1勺面糊，盖1张油纸，再找一个家里最平的东西，迅速压平面糊，掀开油纸，小火煎1到2分钟，看到周围开始泛金黄色了，就翻个面，再煎1分钟。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，借助1双筷子卷起来，再收口朝下回锅定个型，平底锅芝麻蛋卷就完成啦。想知道有多脆吗？我来替你们捏一个，再来替你们咬一口。现在还有人记得开头的那一对蛋黄吗？2个蛋黄加40克糖，80克玉米油，搅匀，再把2克泡打粉和1克小苏打加到170克面粉里，稍微混匀，一起过个筛，筷子拌一拌，上手揉成团。家里有核桃的话，这个时候切碎，一起揉进来，再揪成几个小球球。平底锅先不用开火，4个小球列方阵摆进来，用手指轻轻按成扁扁的圆形，再往中间塞一捏捏黑芝麻。造型完成之后，再开小火上锅盖焖煎5到6分钟，小心而温柔的啪叽翻个面，开盖再煎2到3分钟。同样等到2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款平底锅桃酥是轻轻一碰就会掉渣的那种酥松脆，特别能收买长辈们的中国味。如果你家恰好有打蛋器，那2个蛋黄也可以有个 Plan B， 再敲1个全蛋进来，加40克砂糖或糖粉，用打蛋器高速打发3到4分钟，到出现明显纹路，再转低速打发1分钟，整理气泡，直到提起打蛋头，面糊滴落的痕迹不会轻易消失。再过筛80克低筋面粉，刮刀轻轻拌匀，装入裱花袋或者保鲜袋，剪个小口，在平底锅里挤上1颗颗小面糊，开小火，盖盖子焖煎3到4分钟。
翻面，开盖煎1到2分钟，就可以出锅放凉啦。如果把面粉中的5克替换成抹茶粉或者可可粉，同理可得另外2种口味的蛋黄小圆。这一款也很适合用微波炉来操作，盘子垫油纸，挤上小面糊，微波炉600瓦叮40到50秒。对比一下，左边的平底锅板两面都会有微微的焦黄，吃起来是外表焦香，内里脆嫩的口感。右边的微波炉板表面更平整，吃着更干脆。3色蛋黄圆的灵感其实来自我以前给宝宝做的蛋黄小蓉豆，是酥酥脆脆的童年滋味。家里没有烤箱的同学们，这4款平底锅饼干都学废了吗？配方都在这里啦，记得交作业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上一期做了2款清爽的黄瓜蘸酱，这一期用剩下的黄瓜汁来做个超级夏天的黄瓜冰。半个凤梨切片，加点蜂蜜、柠檬和糖，再来一丢丢清水，用同样的方式榨汁，跟刚才的黄瓜汁融合一下，剩下的渣渣可以留着搞个凤梨酥，撇掉沫沫，倒进饭盒冷冻1夜。第2天拿把叉子刮，哒啦！这碗黄瓜冰沙，它的口感和它的颜值一样，充满了夏天的味道。清甜的小碎冰和牙齿碰撞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，像是可以嚼着吃的冰镇汽水，冰冰爽爽，透心凉呀！你们还想吃什么水果做的冰沙？评论区告诉我一声呀！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